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2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2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95.17， 收盘价是 197.42，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98.72， 最低价是在 194.05。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4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7273.97 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76 倍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继续增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6月2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回档之后的上涨中。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然后开盘之后股价即出现了震荡。那上方呢是在199附近遇到了压力，然后呢股价收盘价是收在当日 K 线相对高的位置，但是这个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那么当日的成交量呢，我们也会看到较前一个交易日是一个量缩的表现，但是我们也要关注到，就是在6月27日当日的成交量比之前，也就是在6月25日之前一直到6月18日，比这5个交易日的成交量都呈现的是量增，只是对前一日这根实体长绿 K 线出现量缩。对，那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出现这样一根小绿 K 线，并且也是带有我们认为是带有大的成交量的一根 K 线呢，这是一根典型的休息 K 线。那么这个典型的休息 K 线，我们指的是在上涨的过程当中的一根休息的 K 线。那么日后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上涨的一个走势，那也很有可能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出现一根实体长绿 K 线，也就是出现一根大幅的上涨的 K 线。那么我们说股价有没有回档的可能呢？回档的可能呢，唯一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股价不超过前高，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不会出现新高。对，这是回档的唯一的一个可能性。好，那这是我们对当日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继续上涨，收盘价会在197附近。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194附近。实际在6月27日收盘价是在 197.42， 出现了继续上涨。那至于我们预测的继续上涨，在收盘价的点位上是相接近的，并且呢，与我们预测的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都是在194这个位置遇到支撑。唯一不同的就是股价虽然出现了新高，但是呢并没有像我们预测的那样的一个走势去突破200关口，对，而是我们会看到是到了前高，也就是4月29日这根 K 线最高 198.87 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就遇到了压力，对。但是呢，较前一个交易日是
出现了新高，也就是继续出现头高，下方当然是底高，出现这样一根短期多头的K 线的一个小的趋势。对，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对股价预测的一个回顾。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出现这样上涨的过程当中，出现这样一根带量的休息的 K 线呢，日后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继续上攻的表现。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对于6月2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先保留上方的这根水平线199，因为目前6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并没有突破前面4月29日这根 K 线最高，所以我们依然保留这个目标。那么站上这个位置，我们说呢将会这个确认自2024年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因为下方一定是已经有底高或者这个底和这个底，这叫底高，上方还差头高，所以说突破这个目标的目的就是确认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么这个位置呢199呢除了是确认多头之外，还有一个它临近200关口，所以我们再把图缩小会看到，现在股价即到达了这个相对就是说比较强的或者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压力的一个位置。对，那强压力不代表不能突破，我们在视讯当中指的强压力、强支撑都是说明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对，那么这个标志如果被突破呢，我想我们说这个4月22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一旦被确立，将会股价会继续上攻，会测试这条下行的趋势线所以目前我们说，那么在到达199之前的压力位呢，其实199和200关口就是目前股价上行的一个极强的压力。对，好，那这个目标如果被站上，接下来就是206，206仅仅是一个压力位，那一旦突破200关口，股价继续上行的目标呢就是265，但是在到达它之前，那么这条下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和之后交易日 K 线的焦点将会成为我们说极强的一个支撑。对，那当然这个极强支撑我们指的是得在突破200关口之后，那么因为这个之前我们在视频当中多次重复过，这条趋势线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之后的两个低点确认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之前1、2、3、4次曾经触碰到这条趋势线而出现了反转向下。那么我们看看这一波涨幅，如果突破了200关口之后，看看是否能够突破这条趋势线。好，所以这样一来，我们的几个重要的点位就出来了。我们依次再来说一下上行的目标。第一个目标199，第二个目标206，第三个目标是265。那么在要达到这3个目标期间，有几个重要的压力位，一个是200关口，另外一个就是之后交易日和这个之后交易日 K 线和这根下行趋势线的焦点。那么到了6月28日是在220，所以在股价上行的过程当中，200关口和220是一个极强的，是两个极强的压力。好，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的下行第一个目标依然也是不变，是177，跌破这个位置是要瓦解自6月1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除了各条均线值是支撑，尤其是20日均线值在6月28日是到达了182。那么
除了各条均线值的支撑，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在186这个位置还有6月20日最低182这两个位置，作为 K 线的这个指标来说，这两个位置也是强支撑。好，那么177如果被跌破呢？接下来的目标当然就是168，跌破它的目的就是因为目前上方还没有出现头高，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确认自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39。好，那这是我们说的下行的3个目标。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6月28日开盘之后，在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一日 K 线，这根实体长绿 K 线实体的上沿是在196.5附近。那么到了当然在6月27日盘中我们会看到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的正好它成为了一条中线。那么到了6月28日我们要关注这根休息 K 线实体的上沿其实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我们取整数是在197.5附近，我们把这个水平线调整到这个位置。好，关注它的目的就是我们刚刚在 K 线信息解读的，目前股价回档的唯一的可能就是不超过前高。当然我们说如果出现低开盘，然后在这个地方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但是正如我们在 K 线信息说的，这根小的带量的休息的 K 线很有可能在接下来交易日出现大幅的上涨。一旦出现大幅的上涨，我们说出现高开盘，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那如果在197.5这个位置遇到的支撑，那么我们说再有多头力量推动，我们说股价是极有可能会出现上涨的走势。所以这是我们关注197.5的原因。好，那再接下来我们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25%的多头的仓位，分别是在6月12日收盘价5%进场，在6月17日收盘价10%进场，在6月26日收盘价10%进场。那这25%的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在189附近。那么我们在6月27日给的止损位是守这根叫做绿 K 的最低186，或者是守下方的20日均线值。对，是在之前是在180这个位置。好，那么这个仓位到了6月27日收盘价是在197.42这个位置。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仓位，我们没有被止损出场。当然在这个位置在技术上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因为虽然我们说这个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但是对之前交易日是一个增量。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它的收盘价没有过前一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这个成交量就是并没有换手成功，所以说在上方在这个地方依然是有卖压的。那么收盘价不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没有这样一个指标的支撑，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当然也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初次建仓。好，那么这个仓位呢，我们到了6月28日，这个仓位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我们依然
是可以守186和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82。当然还有一个更激进的一个更激进的一个守止损的位置是守6月20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守180，这是一个底线。对，好，那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当然，我们在之前的视讯曾经说过，每一个如果之前没有建仓，每一个加仓的位置也是初次建仓的位置。例如在6月26日说之前如果一直是空仓，那在6月26日收盘价196.5附近，在这个位置是可以进场的，5%进场。那么在这个位置进场的仓位守止损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是186。好，那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它一定要守的位置就是200关口。其实从这根休息 K 线走势，我们就可以看出了，它是到199，也就是前面这个最高点的这个位置就截止了，就是空头在守这个位置。那么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200关口。那么他们对于空头的目标现在依然是177和下方的168。那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我们来看，就是空头要守200关口，其实在股价一旦突破200关口很可能会有空单的回补，而促进股价的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好，那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2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199，第二个压力位是200关口。虽然它们很接近，但是我们愿意把这两个压力位分开来说。第三个压力位是206，第四个压力位就是220，是这个位置。好，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194。这个也是一个关键位，一旦我们说股价出现回档，日后的K 线的收盘价跌破了这个位置，那股价将会进入深度的回档，对，否则会出现横盘，而继续上涨，这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支撑。194，接下来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92到193之间。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187到188。我们把它和这根绿 K 的最低186连起来，第三个支撑是从186到188。那第四个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182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6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是会出现继续上涨。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6，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206，对，也就是会测试这第二个目标，然后收盘会收在203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涨。也就是出现这样的上涨，我们认为股价的收盘价会站上200关口。对，好，这是第一个可能。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97，最低下方会回踩5日均线值，有可能会到达192这个位置，对，然后呢，收盘价会收在195附近。
那出现这样的回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超过19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也就是出现这样的回档，我们认为会回踩5日均线值，然后收盘价不跌破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对，继续呢给日后的股价走势带来不确定性，或者说是通过这样一个回档呢，然后日后更有利于股价继续上行。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2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